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28岁的春节同学会，我的初恋被我的好兄弟搂着，两人戴着婚戒，他孕肚凸显。兄弟傲慢地说，专门订到这地城最神秘的度假山庄搞同学聚会，施舍着叫我多开开眼，随便点。我淡定地点完了所有最贵的隐藏菜品。后来兄弟昂着头咬牙结完账，我举杯敬酒，谢谢大家来我的一漫山庄捧场了，老友相聚，真是10年不晚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春节前1周，我收到了一条好友申请：余威，有空来同学聚会吗？我是班长啊，10年没见了，都是好朋友，过去的都过去了。我忙着公司上市，把手机反扣一整天没有回复。第2天他追来了岳阳电话，声音尖利，很多年没听过这样的口气了。纽约的摩天大楼倒映在我的车窗，我感到烦躁。如今我1分钟便值上万美元。余威，你不会这么小心眼，还在生我们的气吧？都10年了，我们想你了，想看看你这个老同学过得怎么样啊？恐怕想看我的笑话是真。那一年，因为那件事，在高3，我不得不退学，全班都考上了大学，我彻底断了和大家的联系。徐少定了一漫山庄搞同学会，务必来呀！听到熟悉的名字，我确认道：哪里？一漫山庄，皇城根下的顶奢酒店，你从来没听过吧？来呀，改善生活。班长喜滋滋道。我笑了，好啊，一漫山庄，不见不散。和我所有的同学一样，我是北城土著，但只要有人，便有369等，有冲入云霄的豪宅，自然也有以虫丛生的学居。那一年，我靠自己突出的数学成绩，杀进了这座全国闻名的学阀。说是学阀，这里汇聚着垄断了北城各种资源的家庭与他们的2代，承蒙祖荫，他们每个人身上都继承着一股目中无人的高傲。除了互相攀比之外，穿着臭球鞋和打补丁的衣服的我，自然成了他们一致的矛头。高中3年，我一次一次地给他们写作业，去40公里外买零食，甚至他们惹了事，我也要代为挨打，只为了赚取他们施舍的那一点零花钱。我成了这所风云学校的一条狗，直到最后，我被他们诬陷是为了钱不择手段的贼，惨遭退学。10年了，我也该清账了。那天，北城下雪，山庄仿造了皇家园林，红墙飞檐前站了一排保卫，需仔细盘问过才会放人进入。走进包间，便嗅到了热热闹闹的铜锈味。我今年手上经了10个亿，儿子读书不好，就不要强求了吗？到时候向学校捐个180万，买学位就好了。我穿了朴素的运动装，推门，所有的男女都安静了下来。我辨认着这些脸，欣慰地发现，欲望和庸俗总是诚实地写在他们脸上。余威，你来了，还是这么帅？班长夹着雪茄，模仿沪上小开穿着衬衫和背带裤，惊喜地对我张开手臂，像被麻绳提溜着的西瓜。哎呀，我说这味道怎么那么熟悉？一个女生划破耳膜，我循声看去，是头发吹得很高的张雪。她拿纸巾掩着鼻子，2只大金耳环在圆到没有棱角的脸边摇曳，和高1那年偷偷给我递小纸条的那个羞涩女孩判若两人。那时我有爱慕的白月光，但被世家小姐喜欢，总是受宠若惊。犹豫了好些天，终于郑重在下课后对她当面说了拒绝，被好事者拍下，全校疯传。从此，张雪成了最嫌弃我的人，总说我家是干搬运的，浑身一股汗流浃背的臭味。学姐，
这男人为不是早年迷死你了？班长挺着大肚腩撞了我一下，然后他揽着我的肩，把我摁到了座位上。你终于来了，还怕你不来呢？怎么迟到了？是不是过来的路很远啊？忘了威哥有自己的货车，不怕远。附和班长说话的是当年那个全班最瘦弱的小四眼学习委员，现在竟然成了一个秃头的四眼。作为那群人中家境最普通的那个，他当时没少也与我穷。不远，我就住在楼上。楼上，张雪咄咄逼人。这里是皇城根最金贵的地段，别说附近除了给老干部的怡然山庄外都没有楼盘。这里最便宜的客房都要5000一晚。曾经的课代表，如今的团支书，捧着茶杯，领子从毛线衫里翻出来，抿了一口茶。是啊，这个度假山庄的老板背景雄厚，才拿下这块地。能进来的客人往来500丁啊，而且所有客人都是熟人保荐，附近快递外卖都根本靠近不了。是啊，我老公也算有几个小钱了，磨了好多人，连进这里的门都没找到。这里可不是有钱就进得了。张雪假意抱怨，实则露出10个手指的戒指，暗自炫富。你嫁的可是省首富啊，学姐，连你都第一次来，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可是真的跟着徐少开眼了。同学会在学校时也许看不出家境的云泥之别，而进入社会后，这群当年的天之骄子意识到，哪怕是一点点阶级的沟壑都是难以逾越的。没想到一贯清高的语文课代表也会说这样的场面话了。张雪被夸美了，居高临下地问我：余威，你到底住哪里呀？我忍俊不禁，托未婚妻的福，我的确刚在怡然山庄置业，我买到了一栋面湖临山的别墅，周围都是叫得上名字的人物，可谓人杰地灵。不过正在装修，所以更多的时候我住在自家的怡曼酒店里。因为未婚妻的身份特殊，我也不想张扬，我只能言简意赅。这里是我过渡的地方，平时我住在我的未婚妻家里。全班哄堂大笑。威哥，果然我们班只有你能靠脸吃饭啊！这么多年了，还不是做女人的狗。有一道嗓音不屑极了，我闻声看过去，说话的男人衣冠楚楚，手上戴着一只百达翡丽。如果除去这些，他脸上的傲慢和刻薄与10年前那个让我舔他鞋底的男人如出一辙。徐朝，不愧是我最恨的人。朝神来了！刚才还在互相支棱攀比的男女，一瞬间都起身。徐朝在高中就是风云人物，他的妈妈是央台的知名主持人，他爸则是神秘的大腕。他长得剑眉星目，是当时我们整个区的风云人物，而我这个靠奖学金和同学给的跑腿费才艰难活下来的穷光蛋、贫困生，曾经是他的好兄弟。我曾经把他当我的命。有一次，他因为招惹邻校的女生，让对方怀孕，惹到了社会上的黑帮。我一把拿走他收到的战书，专门在晚自习请了假，替他赴约，挨了整整47拳打，一下都没还手。行，你是个男人，你告诉徐朝，我是看在他兄弟的面子上放了他。黑老大的血唾沫吐到了徐朝送我的旧球鞋上。那天我笑了很久，我总是愧于收他的东西，我终于可以还了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发现我们相处的细节全被拍成了照片，放进了他推优保送的资料里。他如何到我家送东西，如何带我融入球队，而我的特招保送考试卷也被换成了他的名字。我丢掉保送名额的那天，负债累累的我家却换上了一台价值1万的空调。我质问父亲，他却也只是哑然地抽着烟。那天之后，徐朝突然像变了个人，
他纠集了那些崇拜者，变本加厉地苛待我，偷走我的笔记，让我在全班面前舔他们的鞋底，舔一下500呀！众人起哄。而我们的对立还有一个原因，我看向了如今徐朝身后披着柔顺长发，宛如一朵百合花的顾苏然。她曾经是我的初恋女友。我之所以想赚那些辱没尊严的钱，正是因为她是舞蹈生，是学校公认的校花。那时候几乎所有的男生来我们学校都是为了一睹她的风采。我以为她是高岭之花，直到有一次送货，我偶然发现她也住在和我一样的简陋平房里。那些名牌的吃穿用度是课外兼职跳舞所获。她有时候谎报年龄到教培机构教小朋友跳舞，有时候则隐瞒姓名到声色场所。求求你不要戳穿我！阳光打在她家斑驳的门廊上，她素面朝天，浑身瘦得好像能被我轻易凝碎，只为了让她对我绽放一个独属于我的笑容。我拼命打工，只为应承她不断传来的短信，从香水到小手链，再到鞋包，她总是在学校附近的公园和我见面。这点钱根本不够买 LV 啊！她嘟嘴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在那些我忍辱负重为他攒钱的日子里，他早就睡在了徐朝的身边，装成白富美，嘲笑我是一个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穷光蛋。那些令我羞愤的录音，也是徐朝发到我摔得碎的不能再碎的安卓手机上，特意让我听到的。当时的痛不欲生，如今看来已像儿戏。我淡淡地看着顾苏然手上那颗硕大的方糖钻戒，她惹得女同学们频频眼红。恭喜啊，有钱人终成眷属！我举起酒杯，顾苏然维持着女神的冷若冰霜，对我淡淡一笑，仿佛那个哭着说求我救救她，不要拆穿她的是另一个人。我跟她从来都是陌路一场。哇，朝神和苏然，恭喜新婚啊！百年好合！同学们热热闹闹地凑上去。他穿着米色的针织毛衣，孕肚危险，想必他最终走入徐家也是用了心机。还没到月份，但顾苏然手扶着腰坐了我斜对面，徐朝扶着他，一脸呵护，他脸上浮现一片红晕。余薇，你刚说未婚妻，你终于也找到一个可以陪伴终身的人了。说罢，他转头看了一眼徐朝，一脸甜蜜。是啊，这么多年，我这个癞蛤蟆终于吃上天鹅肉了。身边的小四眼冷哼了一声：什么未婚妻？余薇，你10年不见，还咬文嚼字，不就是拖着不肯结婚吗？现在小姑娘结婚可没有那么恋爱脑了，结婚起码要北城一套房吧？可不是北城的平头百姓能随便买得起的。是啊是啊，你说要直接给他买一套1万山庄这样的房子，早就求着嫁你了。张雪附和着，你不就是被你老公的多才多艺给吸引的？有女同学调笑，你们也别说余薇了，未必那个未婚妻是要一套房，我看是怕余薇惦记他的钱。现在啊，有钱的女人多的是。在场所有人都附和着点头称是，看我的眼神也更为轻蔑。我进来只露了个照面，话还没说几句，他们就认为我还是班里的那条狗，傍了个富婆，好大喜功，还幻想对方会嫁给自己，一个天真绝望的软饭男。同学会不就是要 loser 来衬托才能进行吗？局是班长传的，他现在在做 AI 方面的创业，需要投资。他给每个人倒酒，主次鲜明。班级那些混得不好的同学自然是靠后，最末他倒酒到了我这。他随口问：老同学，你现在在哪行高就呀？相谈甚欢的男女都竖起了耳朵，不就是想问问我是不是还在做苦力，是不是他们口中的农民工吗？我摆了摆手，
自己盘了点小生意，同学们面上都掩不住喜色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最后一位同学到了，是当时最爱秀肌肉的体育委员，说话声如洪钟。如今他的肌肉倒更健美了，衬得头更小，像一头食蚁兽。这个食蚁兽如今晃着一辆宝马的钥匙。嘿呦，我今天开车过来，你猜怎么着？差点蹭到了门口的劳斯莱斯。哎，要是真蹭上了，我还不得赔个小几个月的利润呀！包厢里的人瞬间炸开了锅。对这群人来说，多的是混得没有父辈好的人，多的是欲望大于实力的。难道真有比朝神更有实力的人出现了？我们中间还有人开上劳斯莱斯，谁哇？牛人呐！我对体育委员举了个手，没事，那车是我的，蹭就蹭到了，你怎么停都行。空气死一般的寂静，虽偶有人像见鬼一般看着我，直到有人轻笑出来，打破了尴尬。这么多年不见，余威，你现在倒是挺会装逼呀。是徐朝。我无所谓地咽下一口酒。听了徐朝的话，所有人才反应过来。小四眼忍不住摇头，这大话说的，真不怕哪天被打脸？得亏我们是老同学，知道你什么德行。体育委员挠挠头，本想借自己的宝马装逼，反而被将了一军。他奄奄坐下，包厢门打开了，身着不同朝代的宫服的美女环肥燕瘦，端上了散着干冰烟雾的精美饭菜。要说这一漫山庄的饭菜真是精致，我还以为我在宫里吃饭呢。班长面露喜色，举着酒杯站起来，我讲两句呀。大家现在都是各行各业的翘楚，不知道还认不认我这个班长。同学一片捧场，你永远是我们的班长。班长得意地把杯中酒一饮而尽，大家随意呀，随意呀。首先庆祝我们毕业整整10年，10年我们还能再次相聚。其次得感谢徐朝同学，将我们这次聚会的逼格直接抬高了数个档次。大家沸腾的鼓掌。徐朝压着高高翘起的嘴角，起身对大家致辞：我也没做什么，今天不过就是让老爷子卖了个面子，大家随便吃喝，我来买单。哦，不知道哪个手下人这么大脸，未经过我同意就私自开放包厢，得好好整顿整顿了。张雪娇笑着：真是的，这是咱们地城多少人挤破头想进来的山庄啊！我们家老王想来这里认识认识人，攀攀关系，门都没找着呀，然后又做做扶额。看来光有钱还真是不行，还得像徐少这样有钱有权。徐朝嘴角黑4-7都压不住了。我真诚发问：真的可以随便点吗？大家摇头，可怜地看着我，真是没见过世面，高下立判。徐朝施舍地发话：随便点。我立刻喊了服务员：加菜，要个连州菜心。服务员面露难色：先生，你真的要这个菜吗？当然。我又问徐朝：徐少，那我可真点了。同学嗤笑：真是的，果然是没见过世面的土狗。这家会所你可能一辈子都只能来这一次了，何况只是个菜心。你自己拿主意吧。连州菜心比白松露还贵的昂贵菜，动辄拍到数十万的价格，我也不白拿。我对服务员说：你去我的第一酒窖拿几支酒，今天就当我请老同学。也许我对领班的口气实在是太像发号命令，同学都被我惊到。服务员唯唯诺诺表示去请示经理，他举着菜单，脚趾抠地，显然觉得我在扯淡。碍于是客户，没有直接拒绝。看来我还是应该对服务人员加强管理。酒窖是我的私人酒窖，几乎从未开放。我这位神秘的老板也并非人人都认识，再牛的客人来了也没听说过。一漫从第一酒窖给谁送酒的，
里面的每一支酒都是数万元起，不少杂志都写过，这是一漫山庄神秘的噱头之一，里面都是遍地难寻的精品。体育委员现在倒成了品酒圈的老饕，眼泪从嘴角流了下来，笑死了。他一个搬运工，好大的口气，脑子是不是有点不正常啊？徐朝站了起来，对服务员堆笑：“没事没事，我们的同学喝高了，你先去忙吧。”关上门，他对我恶狠狠的：“我们知道你平时生活档次和我们不一样，但你也别太造次了。这里的服务员都是985毕业才能来的，哪像你高中还辍学了。当时我就是托了这个领班，才能安排到这个包间的。你他妈别让我们都跟着你一起丢脸。”“好啊，这样我都不用排查了。”张雪嗤笑着：“是啊，难得带你来见见世面，还真当自己是10年后风风光光的逆袭王者，还让人家开私人酒窖。你是不知道这里的老总几斤几两吧？”众人你一言我一语，说我是个不识货的乡巴佬。这时我的手机亮了，是家里装修的消息。什么时候您回来看一下瓷砖？小四眼坐我旁边，离得近，一眼就看到了消息。他抚掌大笑：“我说呢，这么没大没小的。原来人现在不干物流了，彻底改做包工头了，还铺瓷砖呢。难怪住在楼上，是哪个金主要给房子整修吧？”班长数落：“我知道你想一雪前耻，但是吗？阶层这个东西从来都是固定的，你这样以为，我们可就不带你玩了。”我笑笑没有说话，大口吃菜，不愧是10几万一盆的菜，真好吃。大家彻底把我踩在脚下，渐渐觉得一直贬低我这个穷光蛋也没有意义，开始把艳羡的目光放到了徐朝和顾苏然这对夫妻身上。张雪晃着自己手上的金表，对顾苏然明褒暗贬：“苏然，你之前还在央台做主持人吧？我们当时还说你继承了你婆婆的职业道路，都羡慕到不行了。读书的时候就觉得你天生就该吃这碗饭的呀。不过现在相夫教子，我们也羡慕不过来的。”徐朝拍着顾苏然的手：“我们徐家的女人是不抛头露面的。的确，徐母在嫁入徐家前本是蒸蒸日上的主播一姐，结婚后立刻离开了台里，不知多少观众写信到台里表示惋惜。”顾苏然的表情有些不自然，就是玩玩，但他眼神中却又露出一丝落寞的神往。但瞬间他又扬起笑脸，转身向我：“余薇，听你说你有未婚妻了，她是做什么的呀？”她刚进职场不久，算是宣传人员吧。众人眼神疑惑：“宣传人员？宣传什么的？”我的手机这时来了电话，是冰冰，我的未婚妻。她在央台做记者，初出茅庐，但爆红全国。她善良、美丽、聪明，一切都是她应得的。我的眼里立刻浮现了笑意。他那边声音沸腾：“人来人往，你在忙吗？”“没有，就和老同学聚聚。”“老同学？哪一批？”“高中同学。”“那我结束了立刻来陪你。我没什么要紧事，就是今年的颁奖礼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这么多前辈和我一起，我有点紧张。”我立刻走出包间，安慰他：“别呀，宝宝，你真的已经超级棒了。你真的觉得我有资格和他们一起排资论辈吗？他们可都是那么有名的记者和主持人。当然，你想想，你在煤矿里那么勇敢，即使组织了一次塌方救援，还解救了那么多被困在煤矿的失能人员，你做的事是有意义的。喂，谢谢你。”我感觉好多了。回到包间，我的心情大好，却看到同学个个都憋着笑容。刚已经有人走出来偷听我的电话，10年了，这群人一点都没变。余薇，
我刚听你提到煤矿，你的女朋友原来在煤矿做宣传工作呀，那可真是金饭碗。怎么，当年没追到我们的宣传委员，现在下手到了煤矿妹身上？众人看向我和顾苏然，他知道这个答案后也很吃惊。余威，你是当时因为我受伤没走出来吗？体育委员笑得前仰后合。余威，你好歹也是我们毕中的，怎么找了个矿妹？一个包工头，一个挖矿，谁说不是门当户对？徐朝彻底放松了，向后仰着身体，不停地摇头，王者的样子。顾苏然也一扫刚才的不自然，此时他依靠上了徐朝的肩头，似乎是对自己现在的生活非常满意。我低头喝酒，垂眼掩盖我的讥讽。这时，体育委员好像刚看到徐朝桌上的车钥匙，立马惊叫出声：“天哪，徐公子，你怎么开上宾利了？嘿，开着玩！”几个兄弟凑了个车队，都是不那么扎眼的车。你要是喜欢，借你开着玩啊！徐朝把车钥匙塞到体委手里。哎，别，我就是个开破宝马的命。徐少，听说你现在可是开始做投资人了，真是我们这撮人里最掐尖的一个。哥几个还在为生存奋斗呢，什么时候看看哥们的项目呗？班长不露痕迹地提出了自己的目的。徐朝很受用，但却也不轻易接招。有空一起喝茶。哎，我现在的兴趣就是喝茶、回家，江湖事儿早腻了。不过30，那个曾经在球场驰骋的少年，仿佛死在了这个坐在上位的中年人的皮囊里。家，你们现在房子买在哪里呀？另一个同学颇有点不耻下问。哎，衡阳书院。顾苏然吞吞吐吐，众人一顿惊呼。顶级学区房不说，30万1平，面积都是400起步吧？你们真的是深藏不露啊！顾苏然矜持地摇了摇头，不过就是1日3餐居家生活罢了。我们的生活也很普通。众人起哄着向他们敬酒。徐公子，以后可就抱你大腿了呀！娶到了我们的女神，现在又过上了人生赢家的生活，下辈子我们都没这个福分呀！徐朝故作谦虚，哥们，要是真有本事，早就在一漫山庄置业了，你说是不？到底还是一山更有一山高呀！在他们相互吹捧的时候，我又点了一份菜心，默默吃着，补充维生素嘛。这时候，有一个小保安进来了，微微弓着身子问道：“请问是哪一位的劳斯莱斯？您车的位置可能稍微不太好，能不能麻烦把钥匙给我？我来停一下。”我还没来得及回答，体育委员忍不住扑哧笑了出来，他拍着我的肩催我：“快，威哥，把你的车钥匙给人家呀！”所有的人都是一副看好戏的神色。徐朝忍不住掏出200给小保安。咱们这个同学喝了几杯就开始胡言乱语，这车真不是咱们包间的。小保安认出了我，朝我走来，双手伸出。徐朝大惊失色，顿时定在了原地。我拿出钥匙，只要不瞎，就能看出来是劳斯莱斯。我操，余威，这真的是你的车？体育委员目瞪口呆，嘴巴张得就快脱臼了。刚才那些嘲笑我的同学，此刻也全都闭了嘴，大眼瞪着小眼，一时不知怎么续上刚才的热闹。张雪眼珠子咕噜噜地转，好像正在艰难地接受这个事实。这时，我旁边的小四眼大喝一声：“余威，这你他妈真是能装孙子啊！”我顺着他的眼睛看去，刚摸车钥匙的时候，我的口袋里一起掉出了另一把阿斯顿马丁的钥匙。他的眼神变得玩味起来，然后语出惊人：“你不会再给有钱人做司机吧？你的业务还真够广泛的，搞了半天，哥现在在做更高级的物流啊！”小四眼发现了新大陆，被自己逗得乐不可支。
我无所谓的把兜里其他的车钥匙一一码在餐桌上。的确，最近酒店办活动，要接送更高级别的客人。我今天也是带来车钥匙，要他们去我家拿车的。阿斯顿马丁、AMG、法拉利、宾利。大家看着我像摆玩具摊一样在饭桌上码起了车钥匙，我怎么解释？他们都只会愿意看自己相信的。这时候，张雪竟然开始故作怜悯地揉了揉眼眶。咱们还是得帮衬帮衬老同学，现在大家都混得有模有样的，怎么能让余威一个人还在底层挣扎呢？可正是因为老同学，我们才知道他是什么货色呀。当年的事你都忘了吗？老同学。徐朝重重放下酒杯，提到过去，我好像回到了那个被揪上讲台念悔过书的下午。他连我们捐给吴老师的钱都要偷。退学，班主任吴老师也是我们的数学老师，不幸患了癌。我是数学课代表，便被指派揣着一笔全班攒出的5万元去医院拿给他。但连日的学习、搬运和跑腿让我太困了，不小心在医院睡着。醒来时，所有的钱不翼而飞。一声声小偷，让年少的我不知如何应对。他手脚肯定不干净，而且他爱财如命，不然怎么会连3块5块的跑腿费都要赚？我眼角噙着泪，抬头瞥向了顾苏然。当时的他像天鹅一样伸长他的脖颈，但却拒绝看我。全班表决吧，这样的人不能留在我们班。一只又一只手举了起来。全班的诋毁成了我多年后午夜梦回的噩梦素材。我也有过温暖，在病房，吴老师看着泣不成声的我，虚弱地点点我，要我靠近。吴老师，相信不是你，我有钱，你拿我的存折，把钱还给大家。可这么好的女人，在临近高考的那个夏天，永远地合上了眼睛。后来吴老师的儿子找到我，给我一张他最后批改的我的数学卷子，在上面他写了最后一道大题的另外2种解法。他握笔有点力不从心了，但字迹仍温婉。人生不是在出题的时候就找到答案的。我回到校园，所有的人都质问我把这5万块钱花到了什么地方。顾苏然彻底拉黑了我，说我是纠缠他的舔狗。有一天在走廊，我堵住他，他依然高傲，纤细的影子投在地上，成了我好几年的阴影。我嫌你的钱脏，他对我这样冷淡地说。我最后打给了父亲，他刚开了20个小时的长途货运，在滇南的某个小镇歇息。快50岁的他，在听完之后说，这笔钱是爸欠你的，保送名额是爸卖给别人的。他又连夜多跑了15个小时的车，东拼西凑，又给我凑到了1万元。第2天打到我的卡上。穷人的命就是这么贱。当天晚上，他就和另一辆货车迎面相撞。我失去了一切。在高考的前1周，碰到了我爸的骨灰，那1万块最终被学校收走，但依旧于事无补。我被退了学，也无心高考。徐朝在暑假找到我，你终身不过是一条狗。那个夏天，我打开我爸的廉价白酒，跑到天台上哭着喝了半瓶。那是我第1次哭，也是我第1次喝酒。事情竟然已经过去10年了，而此刻我站在徐朝面前，我早已不是那个少不经事的我。我郑重地把酒杯搁下，正视着他们的眼睛。这么多年了，事情的真相你们还不肯承认吗？后来的我让手下去学校调查过监控存档，包括查了那张放了捐款的银行卡，以及最终的钱款去向。钱是顾苏然拿的，而这些人并不会全然不知。我看过私家侦探传来的照片，隔着时光，看到这些少男少女拿着污蔑一个同龄人的钱，到处挥霍纵乐。
虽然像素模糊，但我还是忍不住想要呕吐。这时，有人敲了敲包间的门，是刚才的服务员。他面带惊喜，对上了我的眼睛，然后深深地鞠了一躬。你好，我刚请示了我们的经理，他说如果是您的话，我们私人酒窖酒是可以随便取用的。我刚为您精选了几支酒来配餐。体委看着鱼贯而入的美女，各捧一支名酒，口水直流。天哪，这些酒都得5万以上一支吧？今天可真是有口福了。等等，后他见鬼似的站起身。你是说这些酒是冲着余威的面子给我们的？他怎么会有这种本事？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服务员颇不满意。余先生是我们酒店的至尊客人。是搞错了，我出声。刚才他们还没那么过分，我还想着请大家喝酒，往事勾销，但没想到他们还是这么无耻。这些酒我先不开了，上点汽水，就当我请大家喝的吧。服务员又深深鞠了一躬，立刻照办。不一会儿，便端上了30杯放在水晶杯里的雪碧。什么人啊？体委抱头大喊。徐朝眉头一拧，满脸疑云：余威，你真当这里是能开玩笑的地方吗？这时，包间的电视突然打开了。我扶额，我想起来，今天因为是冰冰的颁奖典礼，我吩咐了整个酒店的电视要放整场直播。毕竟她在这个酒店也有不少股份啊。冰冰，小四眼突然两眼弹射出爱心。你也喜欢她？当然，她是真女神。我抬头，正看到几个镜头扫过，最后定格。年度记者许冰冰。冰冰先是捂住嘴，然后激动得眼含泪花，接着她信步走上领奖台。我太骄傲了，这也是第一次央台把优秀记者颁给了一个20多岁的女生。只见她对着镜头宛如一株清秀的芙蓉花。她一一感谢过台领导和师长后，对着镜头甜笑。其实我还想谢谢一个让我能够在新闻世界勇敢坦诚的人。她伸起了右手，上面露出一枚戒指。是，这就是我的未婚妻。这枚戒指是我们一起到古镇的非遗银匠家中打磨而成的。一茜一毫都是天作之合。这枚戒指的另一枚，此刻正在我的手上。我靠，谁呀？这么幸运！我看到全班的男生几乎都脸色一暗，做痛心状，女生则是嗤之以鼻。还能是什么人？当然是豪门了。这种女人精明得很。可是我听说她自己的背景也很深啊。冰冰是因为一次街头访问而爆火的，一夜之间，她几乎就成了所有宅男的女神，一张介于邻家女孩和成熟女人妩媚之间的脸，让她成了很多豪门的不二选择。但她足够潇洒，只凭真心看人。我们是跑马拉松认识的，我看到一个女生在跑的时候摇摇欲坠，伸手拉住了她。一拉就是这么多年。班长看我也不由自主露出花痴表情，不由讽刺：你又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。而画面上，冰冰突然含羞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我们的合影。虽然可能不符合台里的规定，但还是很想告诉全世界我的幸福。镜头对准照片，上面是25岁的我和冰冰。全班炸了锅！卧槽，原来于威你找的富婆是许冰冰。可以呀，真是人不可貌相。说的原来是这个，煤矿说的是今年的年度报道。突然张雪看了一条微信消息，面上含羞：我老公来了。她立刻扑向门口，只见一个彪形大汉戴着金链子和墨镜，身后跟着2个跟班，走进了包间。老公，你是不是想我了？还没等张雪娇低低地倒进他的怀里，他就哽着嗓门：今天要不是为了来看看一漫山庄的真容，
我也不会推了几个大老板的局过来陪你。你真别催了，电话都给我打爆了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在外面欠债要跑路了呢。张雪红着脸，怯怯地道着歉，跟刚才的跋扈判若两人。突然穿貂的男人眼神一定，看到了我。天哪，于总，所有的相遇真是久别重逢啊，真的是三生有幸，今天能见到你。东北大老哥文绉绉念白，还真是怪令人发毛的。哎呀哎呀，他激动地搓手，突然一把搂住老婆。原来我媳妇竟然跟您是同学，这是亲上加亲。今天我可就舔着脸在你们这儿多喝2杯了。张雪搂着王老板的胳膊，面露困惑：老王，你怎么跟于薇认识的？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这就是我和你说的我们班的跑腿鱼呀。王老板一听跑腿鱼这个称呼，立刻炸了毛，虎着一张脸就推开了张雪。你怎么说话的？臭娘们，平时看来是少管教你了。于总，那是我们一根小指头都比不上的。知道那个深不可测的宜然山庄的新住户是谁？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他握住我的手的时候都快哭了，仿佛想用那张大脸抹去老婆刚才的冒昧。张雪大惊失色，不可置信，全班同学彻底僵住了。我对王总点点头，王老板，他们都说我的演技特别好。张雪，你老公可不是我请来的演员吧？顾苏然彻底失去了女神的姿态，下巴张开像脱臼一样合不上。徐朝则攥紧拳头，气到发抖。小四眼因为太过惊讶，声音都变尖了。大家忍着震撼，恭维着我。后半程饭让我觉得是在马戏团吃的。酒过3巡，经理拿着 POS 机走了进来。各位还满意吧？满意满意，要结账了。众人都眼神闪烁，肢体语言僵硬。班长本想接过账单，但一看数目，立刻烫手似的甩掉。经理和我对了对眼神，我暗中摆了摆手。最后是徐朝不以为意地拿过账单，一盘青菜15万5。他咆哮出声：我无辜，刚是徐少说可以想点什么就点的，我倒也不愿你破费，所以只点了素菜。算你狠。他指着我，含泪刷了卡。谢谢徐总。经理彬彬有礼地鞠躬告退，我又不声不响地拱了一把火，起身。谢谢大家今天赏光来到宜曼山庄，欢迎以后常来。我的妈呀，难道这里也是于薇的？我们在做梦吧？徐朝也许是想到了刚付出的金额，黑着脸冲向我：于薇，你玩我是吧？你现在这么有钱，你来结账呗。怎么会呢？徐少，有你在的场子，我怎么能抢了你的风头？毕竟我是你的一条狗。同学们，我们宜曼山庄还是有不少免费的体验的，大家尽兴啊！我拿上衣服去接冰冰，都不用余悸八卦。冰冰很快就晒出了我们这些年的合影，从那次跑马拉松到第1次旅行，再到一起在物流公司创业，我们每个第1次都被他用甜蜜的笔触写下来，发在了微博上。我的手机几乎响个不停。班长殷勤地把我拉进了班级群里。于总，同学情本就是人一生不多的赤诚情谊，咱们以后可要多联系呀。打开群聊，发现所有人都在群里艾特我，无一例外都在夸我。大学高中时候，于神可是奥赛的金奖，保送考试他也是第1名吧？辍学肯定另有隐情，凡人怎么能追到冰冰女神呢？真是郎才女貌。徐朝的态度都变了，他甚至在大家写给我的赞美小作文后竖起了大拇指。我的通讯录里出现了数不清的好友申请，其中一个就是顾苏然。他说：于薇，是我通过了他的好友申请，
他迫不及待地发来了一张自己的随意素颜写真。那天同学会见到你，想起了许多往事。我回了一句，不管过去还是现在，你都真的很丑。然后拉黑了他。我笑着，灭了手机。10年不晚，我已经找到了我的心之所向，我的女神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